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在中非現在在南海這邊的大規模的布局哦，現在看起來區域衝突一觸即發。其實首先我們今天會來特別關注中國大陸它在它的西沙群島這邊的，包括羚羊礁大規模的填海，再加上軍事擴建，另外也會來看到在武器方面的建設，在永興島上面放了紅旗跟轟6K 也都全上線，中非的區域衝突一觸即發。今天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尤其我們今天看到的是解放軍其實南部戰區在2月4號跟2月5號在南海可以說是動作頻頻。首先，南部戰區先公布了組織艦艇的編隊在這個地區展開了實戰化的訓練之後，新華社報道呢，這個仁愛礁的部分也有這邊做了一個執法的記錄，是解放軍的海警船。那麼再來看到是中國大陸它在西沙群島剛剛特別提到的羚羊礁這邊做了大規模的建設，啟動的是填海造陸，還有它的設施擴建，並且可以在這上面看到解放軍的新動作有非常多，包括它有它的運輸通道，還有滾裝船的泊位都已經看到了，並且可以看到這些為了重型的設備、車輛以及機械運輸跟登陸預做好了準備。這個地區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雖然佔有實質的佔領，但是台灣跟越南也都聲稱自己在此地區擁有主權。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這個西沙的羚羊礁？為什麼中國大陸要在這邊展開這種大規模的工程？這背後的戰略意義又是什麼？我覺得在羚羊礁就是針對越南而來的。我們知道這個中國其實在西沙已經有建立一個，而且是最大的島礁，而且成立為一個4級的單位，叫3沙4，就是永興島。那永興島大到什麼程度呢？它上面已經可以開火鍋店了哈，除了驻軍之外，它也可以當做旅遊的一個場所。所以事實上，中國在西沙部分已經有了一個島嶼。那在南沙部分，我們就知道有這個楚碧、永濟這個美濟、這個等永暑等3個島礁都已經完成了建設。那為什麼這時候又要在羚羊礁開始建設？我覺得最主要是針對越南而來的。我們都知道越南在西沙部分。目前已經有20幾個島礁，它也在填島造陸。那中國基於外交上面不願意跟這個越南發生軍事上的衝突，所以它必然會在它能夠實質控領的羚羊礁上面這個大興土木填島造陸。那目前看到這個羚羊島已經這個滾裝貨輪已經上去了，那滾裝貨輪上去代表它的重機械、車輛等等就可以很快速的下來。我這邊要因為我個人曾經駐守過這種小型的離島包括到大膽啦、二膽啦、東定啦這些島礁我都駐守過。我知道你駐守在這個島上，不是說你部隊擺上去以後你就可以守得住，絕對不是。你駐上去以後，第一個官兵要在這邊長期駐守來講的話，首先要解決的是官兵的生活設施，你必須要解決。第二個，他的武器裝備要上得去，後勤資源要能夠支援得上，後續的補給運輸也都一定要解決，這才能夠發揮你佔領的目的。那如果說你只是人在上面來講的話，這個是不形成戰力的。那我認為以越南現在的國力，雖然他在西沙佔領了20幾個島，但是我不認為他有這個駐守能力。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你在島上的官兵，你總要喝水吧？在那四周都是海，那個你挖井下去出來的水也是鹹水。那以前我們在上面都必須要送什麼呢？要做海水淡化機才能夠基本上面供給島上官兵飲水或者是沐浴使用的用水。那你那個海水淡化機，這個包括機子本身要用的油料，還有離心機，還有過濾膜等等那都要定期做補充的。所以對這些來講，我們那時候對我們都形成很大一個負擔，因為你定時海軍就要把這個物資送上去。第二個，這個官兵在島上面生活這個你要吃新鮮的蔬菜跟水果。那第三個，當然對於島礁上面你要建設各項基地，有時候像一些重型的武器，你不是擺上去就能夠打，它的後坐力、它的承坐力，如果說只是沙礁來講，它承受不住，你必須要加固加強。所以我認為這次羚羊礁這個中國大陸已經這個運送了滾裝貨輪上去的話，他對這個島礁的建設，應該可以將它建設成一個很堅強的海上堡壘。當然，目的是警告越南說，我在這邊是有一個真正的海上堡壘，跟你那個海上的沙堡是不一樣的。
好，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這一回是劍指越南哦。那其實剛剛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這個中國大陸在南海這邊的建設，除了南沙之外，還有西沙。南沙其實從2013年開始就掌握到我們 CG 上面看到的3個島，這當中包括了永暑島、美濟島跟主碧島。那在這邊有20多座的機庫，可以供轟炸機、空中加油機使用，也部署了地對空飛彈。再來比較新的是，我們在看到 CG 的下面這一行，2017年開始，中國大陸就把它的目光轉向了西沙群島。好，這當中列出來的包括了永興島，還有這個琛航島跟羚羊礁。在這邊特別要關注到的是永興島部署了紅旗9跟轟6K 等等。那其他地方還包括了有直升機啊，跟這個它的艦隊基地。怎麼看從南沙一直到西沙這一路的一連串的布局跟建設？那在羚羊島的建設之後，下一步它可能中國大陸的目標會是哪裡？將軍又怎麼看？它這個就是要建設在南海的前進基地。我們知道，从那個三亞、海南島的最東南角三亞，就魚鱗港，以前魚鱗港、三亞灣到永興島啊，距離是330公里。你看，它整個是往前推了，往前推330公里，那直接從永興島起飛去到整個南海做巡弋任務，你就已經少了330公里对，因為你已經前進了。那永興島2.6平方公里，是我們太平島的，我們講5倍大。太平島0.49嘛，後來建了碼頭之後變成0.52，它是2.6，那2.6是0.52的5倍你就知道将近5倍到5倍多。你看它这个永興島大不大？大了嘛。然後再把這個羚羊礁又往前推了，羚羊礁夠不夠大？因為它那個南北距離是12公里，東西也是4公里，它是一個像橄欖形狀。那橄欖形狀，礁盤夠大，你要填礁造島。那你一定要有礁盤要夠大，你礁盤不夠大，水很深，你填的要更多，你要填更多才能夠成型。它現在礁盤夠大，所以我認為羚羊島有具備這個條件。但是中國大陸為什麼那麼積極呢？它現在在這個，因為羚羊礁是在永樂群島的最南端，你又更前進了，又比永興島更前進，那幹嘛不做？然後我認為中國大陸是3步走，第一個先把這些填礁造島變成堡壘化。你剛才講的永暑島也好，主碧島也好，美濟島也好，我通通變成堡壘化，上面都有機場，也都有雷達站，也都有一些防空設施，也有軍港、深水港都有。我先變成個別堡壘化，個別堡壘化之後多了就變成網狀化，你變成一個網狀了，因為大家都可以火力交叉，火力涵蓋都可以彼此，就變成我們講的網狀化了。這種帶狀化變成星羅棋布之後呢？變成一個網狀，那網狀化再加上現在武器裝備的發展，我們叫無人機，那無人機飛來飛去，這個島飛來飛去，變成立體化，那整個連成一起，你看變成一個穹啊，天穹這種立體化了，把整個南海是不是造起來了？所以堡壘化也好，網狀化也好，或者變成立體化也好，把這個星羅棋布的通通建起來了。所以中國大陸是一步步來，他先找有礁盤大的，當初為什麼講？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永暑礁、主碧礁、美濟礁，為什麼都變成島了？就是這個樣子，礁盤他們露出，到時候就是最大。雖然島露出來的它是低潮高地，露出來不多，但是礁盤好大啊，就有點類似我們的東沙島是一樣的，礁盤都很大。那現在呢，所有島嶼有個共同的現象，就是易攻難守。你要攻那個島嶼，很容易就拿下來了。為什麼？它沒有腹地嘛，真的，但是你很難守，但是有彼此交叉火網就不一樣了。因為什麼？你要攻那個島嶼，我其他的火力過來，對，就變成。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網狀化跟立體化？因為它所有的島嶼全部都是易攻難守，守不住。第二個呢，所有的島嶼都沒有腹地，腹地有限，沒有腹地就沒有作戰縱深。那又沒有辦法，又難以自給自足，因為它經濟條件有限，淡水有限，電力有限，都難以自給自足。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做網狀化作戰？那現在我們講了，我做一個小總結，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填礁造島、抽沙填島的技術進步了。那技術進步了，它就要往這方面來做發展。我認為這個西沙群島搞定了，下次不要忘了，因為黃岩島啊，菲律賓經常鬧事啊，我認為。早晚，因為現在黃岩島是國家海洋保護區，我認為下一個目標黃岩島少不了，然後再往南沙，它一步步來，所以變成整個以後變成一個網狀化
跟立體化的一個島嶼模式。好，所以我們看到菲律賓其實呢，除了剛剛提到的劍指越南之外，還有菲律賓這個地方，那在這邊做一個網狀化的軍事部署。那我們也來看看，其實剛剛特別提到的菲律賓在這邊也有打出一個新的牌哦。菲律賓我們來看到的是小馬可仕在最近宣布的，他在巴拉望附近呢這個地方一個氣田叫做馬蘭帕亞氣田以東5公里的地方，他說發現了一個蘊藏量非常高的天然氣哦，28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可以供1年570萬的家庭來做使用。重點是這個天然氣儲存的地點其實是非常具有爭議的。當年2022年前總統杜特地就在這邊曾經因為跟中國大陸有主權爭議，所以停止在這邊勘察它的石油跟天然氣。那這個時候，小馬可仕他想要再開發這個地方，中國這一次會讓步嗎？游明老師怎麼看？這個事情是真是假，然後呢，範圍多大，它可開採的程度是如何，其實都還不知道哈。那也就是1月19號，小馬可仕總的一個宣布，感覺上是他一個策略，不過當然也不是無始之地，因為在這個區域其實擁有天然氣的這個儲藏量是很正常的。你看，在西沙那邊，中國大陸跟越南都各自在做一些開採。我們台灣過去有一艘就是海釣船，曾經到達到我們太平島的附近去做，就是海底的這些地質層的探勘，也發現到有甲烷冰。那甲烷冰，因為甲烷就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也就是天然氣，所以但是它的儲藏量的分布啊等等之類，就要很大型的研究才比較知道。而這個區域當然你要知道大型的研究並不容易，因為它基本上地形因為都是珊瑚礁，第二個政治上的這個爭議啊，所以呢並沒有做很大型的。可是，在西沙那邊是有。那距離就是巴拉望島跟仁愛礁之間哦，大概160公里，85海里，所以它巴拉望島以東的氣田在以東5公里之處，其實就已經很接近，就是仁愛礁的附近了。而如果真的有儲藏的話，它底下一定也比較是一個大範圍。那如果天然氣或者是油田的話，它甚至可能是移動型、流動型的，就像是在東海的油气田一樣。日本跟中國在這邊都有相當的這個爭議過。這到後來就是雙方各自都沒有辦法去往前推。那中國現在這一步，在就是說，中國這一方他開始在往前動，引起日本的抗議。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小馬可仕當然也不排除他可能就是在訴求民粹嘛。也就是說，你看我們那邊有很大的油氣田，有天然氣，然後可以供我們的發電，當然不可以讓啊，這當然也是他一個做法。那第二個是，也許是部分為真，那因此爭取這個能源主權、島嶼，這都是一回事兒啊。那所以這個層面呢，不太容易在現階段能夠分開處理，所以我跟你合作處理油氣田，但是我們主權有爭議，那除非你雙方擱置爭議，否則的話，以現在中非的這個南海的爭議情況，不容易做分開甚至擱置的處理，所以大概也就停留在小馬可仕自己本身的這一個訴求了。好，謝謝游明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